哇，这背面的质感真的是蛮好的，选得非常的不错，金色感觉很有，然后又不会太高调，但是又还蛮好的。好，今天这个开箱呢非常的特别。我们今天首先来谢谢的是我们的粉丝，各位有没有常发现，在我的首播频道上有一个粉丝叫南田公二，他很常抖内给我。那今天他直接把他买的这一个 Tab S7 出借给我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开箱就是这个 Tab S7 Plus。那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很多人在敲碗想要我开箱的产品之一啦，所以说蛮兴奋的，终于走到了这一块，有点像一个里程碑完成的感觉，就是有粉丝借东西给我开箱，这样真的非常感谢他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开箱这个 Samsung 出的 Tab S7。那我觉得这是一款蛮令人期待的一款产品，因为 Android 派的旗舰平板其实真的有在做的厂商越来越少了。然后它推出的颜色有星雾黑、星雾金和星雾银，我这一款拿到的是星雾金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开吧。哇，而且你看这粉丝多么的用心，他这个膜都还替我留着，哇，太令人期待了。这个先放旁边，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首先看到就是这个 S Pen， 然后没有对到焦。首先看到就是这个 S Pen， 哇，这个 S Pen 长得也是很不错，然后这边有个按钮，好，这个先放旁边。然后这颗是一个15瓦的充电头，就是有点可惜，因为它这个平板最多支援到45瓦，那它只有给15瓦。然后一个 Pin 针，然后里面没有意外的话，应该是一些说明书，这个我就不看了。然后最后是一个充电线，这条充电线应该是 Type A to Type C 的充电线。好，所以其实配件来讲非常简单，那比较可惜的是，它这次并没有附这个 S Pen 的笔头，这点是比较可惜一点的。那我们就来开我们的这个本体的部分吧。哇，这个 Samsung 的，哇，太感谢了，就是竟然这个膜还这样完好如初的感觉。哇，我要好好的撕开它，应该从这里吧。好，那各位准备好了吗？我们来撕膜了。哇，这整个超级漂亮，背面就是长这样，然后翻过来看一下正面，哇，正面完全就是一个会照到脸的一个设计，整个感觉刚上手感觉很薄这个薄度有点惊人，它整个的厚度是只有5.7mm，是比我的这个 S21 Ultra 还要薄的，非常吓人啊。然后整个的重量上来讲的话，哇，575。非常的轻啊，很不错。然后边框的部分是有做这种类似法师纹的设计。那这边有个膜，因为不是我的，我这边就先不撕啦。非常感谢这个粉丝。然后来翻到背面，背面的话，这边是有 Samsung logo。然后这边虽然说有做这个线条上的设计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天线，但是它其实都是平面。那唯一比较可惜就是这个镜头部分仍然是凸起的，就不知道那如果是这样，其实还好，没有到这么的跷跷板的感觉，所以说还 OK， 还算可以接受的范围。哇，超级难对焦，整个都是黑色的。然后它后面这个很有趣的是，它这个是它笔槽的一个吸附的位置，那它有做一个亮面的处理。那它这个笔啊，你直接这样放上去，还有个方向在吗？这样，还要这个方向。如果你是反过来像这样子的话，它好像会没办法充电，这个有点奇葩啦。然后这整个的笔槽是完全没有凹陷下去的，所以说还不错。它这一代是有支援这个记忆卡扩充，然后最多是可以到1TB 的记忆卡，这个蛮不错的，蛮好的。好，那我想看一下它这个笔如果吸住的话，它会不会可以当立架使用？稍微高了一点点，没有到非常高，这个小可惜，不过还不错。然后前镜头的话，在正前方这里，那可以看到它是横拿的时候，它会在至中的位置，所以说它这一款是有点设计，是让你专门拿横的时候去使用，还不错。那前镜头的规格的话是800万像素，然后后置镜头的话是有1000万像素的广角镜头和5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，这个是一个蛮标准的一个配置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支笔好了。这支笔的话，它走的就是跟 Apple Pencil 有点像，就是都是走这种一面是平面的，然后翻过来之后都是圆弧。不过比较不一样的是，你看它这边有多一个这个按钮，那这个按钮是可以让你有点像是橡皮擦的感觉去使用，或者是在做特殊的手势的时候可以搭配着使用。然后还有一点很特别的是，它这个笔头是有额外一个软软的这个部分，所以说跟 Apple Pencil 这种直接硬的感觉是比较不一样，它应该会有一点缓冲的感觉。不过就比较没有那个 Note 系列那种感觉，就是它可以
以当一个舒压小物可以按这样子。然后它这个蛮有趣的是，好像在这上面这也是可以吸住，但是这边就没办法充电。那我等一下开机之后，我来测试看看说这样横着放是不是可以充电，感觉我印象中应该是不太行。哇，这背面的质感真的是蛮好的，选得非常的不错，金色的感觉很有，然后又不会太高调，但是又还蛮好。我觉得台湾人好像特别喜欢金色哈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刚才开机吧，电源键给它按下去。Samsung Galaxy Tab S7 Plus。然后趁这开机的时候，我来感觉一下这笔的这个手感好了。我觉得这笔其实已经蛮像真实的笔了，它整个手感非常的不错，转起来也蛮好的。但是我觉得重量稍微轻了一点，但是我觉得整个的感觉还蛮不错的。好，开始操作。那我们就点一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好，然后它的那个解锁部分的话，有脸部辨识2D 的，然后指纹解锁，所以说它是可以同时的。那我这边来设一下指纹的部分。好，然后指纹的部分的话，它是在这个位置，所以说基本上如果你是横着拿的话，非常的不错，整个的体验会非常好，因为你就是最舒适的位置。然后横着拿也是通常是你平板最容易拿的方式，我觉得这个就比 iPad 好非常多。这样大功告成，好，我们就进去喽。哇，这个熟悉的声音，哇，这个荧幕真的是很漂亮哎，这个荧幕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整个边框的感觉，就是它是有一个刚好可以让你握手的地方，还不错。好，那在开始之前，现在讲一下它的规格好了。这款的规格里面晶片是 S865 Plus， 那记忆体和储存空间有 6GB 加 128GB 和 8GB 加 256GB 的选择。那里面电池的部分的话是给到了1090毫安时，那可以支援 1TB 的 Micro SD， 然后这个的版本是 WiFi 的版本，应该还有一个是5G 的版本可以选，就可以照自己个人喜欢的样子去选。然后你看，确实这个是没有充电。那如果我放在后面，哇，有点难盲放，这样它就有一个充电的符号在。你看，我如果把它反过来，这样就没办法充电，有点可惜啦。不过就那样，你看反过来竟然不能充电，这真的有点瞎好吧，反正它就是这样。然后在开箱平板，我有一件事情就是非常的内疚，就我之前在开箱 Samsung 的平板的时候，我有一件事情真的超级后悔，就是那时候我在测它的那个中文输入法，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太相信它软体会更新了，导致我那时候在用键盘去测的时候，会觉得，看它的那个注音好像没有这么顺手。但是因为我相信它软体一定会做好，没想到我有个粉丝就因为这样去买，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在输入的时候真的很不顺手。所以我现在第一件要来测的就是我要连一个键盘，然后测它的中文输入法是不是 OK 的，特别是注音的部分。我因为它 Samsung 附的那个键盘没有到，所以说我这边会先使用一个蓝牙键盘，就是这个罗技的蓝牙键盘，再配一个罗技的滑鼠。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，看能不能连到这个键盘的部分。刚好这样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指纹解锁部分。好像还行。再解一次，1、2、3。还行，还算蛮快的。好，那我们就赶快来看一下，它可不可以连到我的键盘啊？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超难过的。Master Key OK， 然后输入13457 Enter， 好，那就连上。哇，太方便了吧！一瞬间就连好。那我看一下能不能连到这个滑鼠的部分。哇，连上了吗？哇，连上了哇！所以你看出现滑鼠了哇，太有趣了吧？然后它就是代替你整个键盘的操作。那我如果想要打个 Note 的话，我到这，然后就有个 Samsung Note， 好，下一页，允许 OK， 来加一个 Note。哇，今天的对焦怎么感觉不是很稳定啊？因为这不好对嘛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打个字看看哈。你们订阅了吗？好像还行试试看。你们订阅了吗？打错字，你们订阅了吗？再打一下，你们订阅了吗？可以现在的中文输入是 OK 的。那基本上就是你看，像打我男生，然后按 Enter， 它就会选第一个。那如果你想要选第二个的话，可以左右去选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，上下也可以切列，所以还行啦。我觉得输入法比之前好蛮多的，然后你再加这键盘，那如果打我，然后我可以用这去选吗？
可以耶，键盘也可以，我觉得哇，加滑鼠和键盘的组合还蛮不错的 ，OK， 真的是很不错。中文输入法真的有更新，虽然说等了又一代产品，但是这也是买到一个教训啊，就是真的，我觉得你不要太相信厂商的软体更新，特别是如果那个功能对你非常重要的话，所以说很不错。那如果你是想要打字的话，这个感觉会蛮好的，那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好，那键盘部分和滑鼠就测试结束啦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整块萤幕的规格，它有的是12.4寸的 Super AMOLED 的萤幕，那有的120赫兹的更新率，在 YouTube 里是可以看到1440p 的选择，然后整个的画面和整个的感觉，我觉得都非常的好。你看像这个雨滴的感觉，我觉得呈现的都很不错，所以说非常的厉害。那不过比较可惜的是，它没办法在 YouTube 里面做4K 的超采样的部分，但这点就还 OK， 因为反正萤幕一直都是三星的强项，这个我相信大家也都不需要再特别提到。好，那我这边有实际测试一个盲测的部分，那我有把左边和右边这个萤幕做了一个切割的部分，那只留下画面的地方，那你们可以看一下说哪块萤幕是你真的喜欢的。好，接着我想要测试就是它这个笔书写的感觉，毕竟这支笔非常的重要。那我们就来建立一个随手笔记。那整个书写的感觉的话，哇，今天的对焦非常烂，整个书写感觉会像这样，其实非常的跟手我觉得整体来讲体验很不错。然后配上它这个软软的这个头，然后在上面这样做书写，你还会有这个线条上的差异，很不错。然后还有这个沙沙声，我觉得啊，每次听到还是真的蛮爽。然后它这个好像按住就可以当橡皮擦使用，我觉得也是蛮方便的一个设计。不过就是你在放这个笔的时候，要稍微对一下这个头是要在这个位置，盲放会稍微有一点困难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笔的感觉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好啦，那这大概就是这一次的 Samsung Tab S7 Plus 的开箱啦。那其实还有蛮多东西我没有介绍到，像是 Samsung 的 Flow 和 Samsung DeX 的部分。不过因为键盘部分还在等它寄来，就是你也知道，三星人喜欢东西分开给，所以说这部分比较没办法实测。那它这支 S Pen 也是有支援的那些哈利波特的手势，像是你可以有快速截图啊，或者是返回首页，或者是最近的应用程它都有支援，所以你那些哈利波特的手势还是 OK。那这边我个人其实最好奇的是它有没有支援我这 Samsung S21 Ultra。那我们来试试看它的笔哈，哇，太令人期待，毕竟那支笔还没到。有所以说它是有支援，你看，当时我这边都可以直接点开，非常的不错你看这个直接点开，它是有支援的，哇，好有趣哦！竟然可以在我这边使用这个笔去做触控，所以其实这种笔在 S21 Ultra 上也是可以使用，我觉得非常的好。稍微讲一下它的定价的部分，它的定价的话，包含这个笔是内附的，然后它现在购买是有送一个键盘，这样子的总共的价格是26990。假设如果你是以 iPad Pro 的来思考的话，12.9寸 iPad Pro， 光 iPad Pro 就要32900，还不含 Apple Pencil，Apple Pencil 再加4190，然后再加巧控键盘9490，哇，超贵！而且这个是还不包含保护套的部分，所以你整个买起来的话，总共价格跟现在这组你可以获得相同体验的感觉，会大概差了2万多块吧，所以说价差蛮大，大家可以好好考虑。那我觉得这个 S Pen 有个地方可以改进，就是我觉得它可以直接学 iPad 那个在这边书写，就是有格子的地方可以直接书写，我相信会是一个很好用的选择。好啦，那总而言之，非常感谢粉丝提供这个 Tab S7 Plus 让我开箱，那我个人也是蛮喜欢开这种三星的产品。好，那这就这一次的开箱了。整体而言，我觉得还蛮不错，不过是一个快速上手影片。如果你个人对这种平板有非常有兴趣的话，我还是蛮推荐你到实体店面去使用，看一下它在写笔记的部分啊，或者是输入部分有没有符合你的预期。那就再次感谢看到最后的各位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一个喜欢，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，悄悄，拜拜。